来啦，各位，重置计划第一波终于来了。在上个星期我有跟大家透露过万国觉醒会重置地图，然后整个画质都会改变，变得更高清更 3D。 但是我看到评论区其实有不少的玩家都是感到非常焦虑啊，会不会游戏越来越卡，是不是把万国觉醒的画风变成万龙觉醒，担心这一点。那今天官方发布了官方影片，那它有分成英文版跟中文版，那其实中文版讲的会比较详细一点中文版的有3分钟10秒，然后英文版的只有2分钟50秒，可能讲少了20秒的话，或许会有一点影响啦，我也不知道。那我们来看一下官方所分享的图片。那左手边是我们现在的地图显示，右手边是他们改版之后，就像我之前所说的，原本我们的树木看起来会比较尖锐一点，后面他们会改成比较圆滑。也确实的，我们原本的山脉之后会改成更加壮观更加立体。像原本的地图我们看到比较多的都是树木或者是灌木丛，在改版之后地图上会多出了一些花花草草，然后灌木丛、石块石头，画面也变得更加精细更立体了。不过从这个地图上各位也可以看到原本的野蛮人标志是没有改变的还有看到重置版之后画面上会没有这么多的雾，不会偏白了，这个画面会比较偏绿一点。下一个是水面改动，那你们可以看到水面改动之后，哇，真的是差距非常大。除了光线方面有变不同之外，还有看到水的颜色有逐渐变化，还有之前我所说的可以看到一些浮萍，然后看到莲花，并且你们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些树的倒影也会影射在画面上，水面上也会体现出来。那你们也知道我很少会夸万国觉醒啊，但是这个水面真的做得很漂亮。而且你们不要以为这个是静态的，其实是动态的，也就是说你的画面在动的时候，其实这个水纹也是跟着在飘动，这才是我所谓的真正的画面升级，就应该要这样子。之后我们在大地图上看到的画面就会变成这样子，可以看到不少的石头，然后有一些围栏、花朵、枯掉的树干，上面有一个类似像采石块的机器，但是这边没有写等级，我估计不是给玩家去采集的，可能只是装饰用而已。然后地图上依然还是可以看到一些树木的影子，但是我觉得它的树木其实不够立体感啊，不懂是不是因为它上面的那个树叶看起来它的阴影不够明显的关系啊，所以我觉得树方面做的不是很好。除了大地图的改动之外，还有在水边增加芦苇，那其实你们这边也可以看掉干枯的树干、山脚的灌木、草丛的花朵全部都增加了。除了那些东西之外，还有更多不同的植物还有装饰。那现在我们游戏中其实是没有草的，我们是看到一片绿色而已。但是我看到官方分享这个草其实是会摆动的，但是摆动的幅度可能不是很大啦，看到不是很清楚。确实比较起之前种类更加多元化了，但是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其实我想要讲有一点像原神的画面我说实话真的很像原神耶，原神里面都会出现到这些东西耶，他们是不是外包给同一家公司去制作的？不过这边我还是要炫耀一下，我抽到克洛琳德了那官方声称是增加了80多种植被模型，但是不是真的我就不知道了，要等大家慢慢去发掘。下一个是官方所演示的一些场景啊，但是你们可以发现到其实他们有很多弹窗都没有买，公司是要没有钱了吗买弹窗啊还有就是在我之前的影片中有提到的采集点，看来是真的改版了，跟之前完全不一样。再来河流的部分在之前就已经有解释过了，所以这边就不再解释，只是可以看到伐木场这里也是改变了造型，但是这个场景我在之前没有看到过，可是以我的经验看来，其实这个场景真的有一点像万龙觉醒，之前万国觉醒是没有类似像水坝的东西挡着的。然后左手边你们看到这个类似像战场的地方，我真的不想讲了，但是真的很像原神。那有玩过原神的玩家应该都知道，如果类似像一些小怪啊或者是小 boss 之类的，他们都会停留在这种地方。但是在之前官方的透露中有讲到，他们可能会增加世界 boss 一个地图上的小 boss 之类的。我个人推测有可能会出现在这些地方，而且再加上上面那个比较残破的类似像城堡吧，或者是一个猪站那样子，这个更加像原神了刚刚我们所看到的原来是联盟伐木场，其实在我们现在原本游戏中看到的一些联盟采集点呢，其实跟地图上的一些采集点还蛮接近的。在更新之后就会拥有自己独特的造型，还有自己的专属小动画，更加容易的去辨认。当然还有我们的采集点也是改变了，这边包括金矿、石矿、农田、伐木场跟宝石。老实说宝石的那个画风是最像万龙觉醒的，
我个人觉得这些东西改不改动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主要是给我们玩家有一个新鲜感吧。毕竟我们已经看原本的画质看了5年，都已经看腻了，所以他们改变这些画质也是为了要保持玩家的新鲜感。再来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因为我看到不少的玩家说改动这些东西你不让那些画面变得更加立体，肯定会变得更卡。这一点大家误会了，其实他们会改变画风，就是因为太卡的关系，所以他们要用不同的画风、不同的画质去提升他们的游戏顺畅度。否则为什么在很卡的情况下还要去改动他们的画风、他们的画质呢？没有理由嘛。根据官方影片的说法，他说从原本的 48.3 帧变成51帧，我不懂有没有这么高啦。他是讲在更新他们的画风之后，其实没有掉帧，反而还提升了帧率。所谓的帧数就是如果它的数值越低，我们肉眼看所看到的画面就会越卡，帧数越高，我们看到的东西就会越来越顺畅。功耗也是下降了 12.6%。在他们测试所使用的设备不是全部都是最新的机种，那你们可以看到有 iPhone 7、iPhone 11、iPhone 12 Pro Max， 在这些设备上面所测试到的万国觉醒新的画质呢，全部帧率都有提升，没有降低。也就是说，根据他的说法啦，我们之后用一些比较旧的手机依然可以流畅的去玩万国觉醒了。这个之后我会测试你们不要讲话讲得这么快先还是卡的话你还是要给我骂的还有画面也会随着时间慢慢去变化，你们可以看到从早上变成中午到傍晚到晚上，画面的颜色、影子的长度都会随着时间慢慢变化，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受。下一个是游戏画面的缩放会更加顺畅，那其实我感觉跟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不懂是不是我的错觉。比较明显的是看到旁边的场景多出了很多一些小摆件之类的，然后也因为山脉改变了，所以看到比较立体。不过跟原版呢其实差别并不会太大啦。不过我们打仗实战的画面，他们说要等到下一期才会公布给大家知道。目前他们更改的只有王国原本的王国里面的一些地图设计而已，也就等于说我们 KVK 的画面依然是没有改动的，只是可以看到王国内部有变化而已。同时下一期也会更新圣地关卡还有失落的神庙，所以最左手边那个不是打 boss 的地方，是圣地来的哦。可是我比较喜欢现在的圣地耶，关卡也是我感觉关卡好像变矮了，我随时可以翻墙过去。至于失落的神庙，我感觉跟之前差别好像并不会太大，不过你们可以发现到一些圣地的地方，他们下面都会多出了一个圆盘。这个画面上你们看圣地还有失落神庙就知道了，还有那些建筑物上面会多出了一些类似像枫叶吗？不过我感觉它应该会随着时间变成不同的叶子，有可能而已我不确定。因为可以看到左右边的图片，其实他们的背景都普遍比较黄一点，感觉像是秋天。所以我在想这之后会不会加入不同的季节，或者是上面的叶子会随着不同的季节变化。以上就是画质更新第一弹的爆料啦，至于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呢？不过我相信大多数玩家其实还是最在意会不会卡顿的问题啦，希望真的是改了画质之后可以减少我们游戏卡顿的问题。那今天先说到这里吧，我们下个影片再见。